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说，陈志靠着诈骗，竟然在全世界弄了一个全权帝国。我们都知道他的政商实力非常好，但我们没想到的事情是，你看到路透今天特别有一篇调查报告出炉了。他说他看到了 Meta， 他竟然透过大量的诈欺性广告赚取了巨额的利润。没有想到这个上兆元的产业里面，它的1/10的营收竟然就是来自于这种诈骗广告，相当于新台币5000亿元。但是世忠哥，我们今天要问的是什么？今天这个钱对诈骗集团、对陈志来说，160亿美小钱呐、因为这些广告我并不是真的是要投钱进去，而是它是我诈骗工具之一。当我今天把钱投进去之后，它的回本就不单单只是160亿，它后面多了1个零，甚至多2个零在后面。但这笔钱会被谁赚走？当然被陈志骗走了，当然又被落到了中国的口袋里面了。对，没错。实际上，今天路透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什么呢？这报道是说呢 ，Meta 在2024年的时候，它的营收1600亿美金里面有160亿是来自诈骗集团。所以，照我们今天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说，或许呢，陈志他是 Meta 的大客户。对，那 Meta 他透过 Meta 这个平台呢，靠取他这个发放广告150亿则对所谓脸书啦，还有 Instagram、WhatsApp 发送的这些广告之后，让它变成是陈志诈骗集团里面的口中的这个大肥羊。对，好了，我跟你讲，如果陈志他们一年能够下到160亿美金的广告的话，赵，你觉得他们会赚多少钱？翻倍的，一定是好几倍。我甚至直接说多1个零都有可能的。对，所以你就知道说诈骗集团因为脸书到底赚了多少钱，佐克伯到底因为这样赚了多少黑心钱，对不对？那实际上我就说嘛，实际上我们政府不是一直都要打仗，一直像我们之前也被很多人盗用过账户嘛，对，就说你脸书要下架，脸书要下架。问题是脸书从来不下架。今天的路透社就直接跟你讲为什么这样。他说呢，有些人跟这个 Meta 检举诈骗，他说他根本没在看。而且他说，其实呢，如果是小型的广告商，你至少要因为推广金融诈骗，要被标记8次，就是说我要去检举这个账户，我要检举8次，8次之后呢 ，Meta 才会封锁他的账户。所以我们检举1次，难怪他都完全不理我，完全没用啊。对，然后还有什么一些支出比较大，被视为高价值的广告商，他不管他是不是诈骗哦，他把它标示为高价值哈。即使累计超过500次的这个违规记录 ，Meta 也不会进他的账户啊。刚刚说普通的要8次，对，高价值的超过500次，我也不管。对，所以难怪我们常离谱，所以难怪我们常去检举一些账户，难怪都没办法下架，原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他说什么？路透社还调查过文件，然后 Meta 今年呢有删除4个广告，这个广告都是诈骗太多，就没想每个月造成的广告收入居然高达6700万美金的损失啊！有4个就这样子。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里面搞不好就有陈志的账户也不一定啊。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真的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所以才说，事实上现在我们当然在查陈志之外，我觉得美国政府也要好好查一查 Meta， 你也不要成为诈骗集团最大的这个帮凶啊！世彤真的觉得太离谱，我们真的没办法想到，今天你 Meta 的财报直接拿得出来，1/10什么概念？10%都是诈骗广告。这太离谱了吧？对，没错。好，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Meta 这个所谓路透这个报道。这个报道我跟他讲嘛，用10%，1600亿的美金的2024年的营收，有10%是用在这个诈骗跟违禁品的相关的广告。那都透过脸书、Instagram 还有 WhatsApp， 像他每一天150亿则，我们都可能看到这样的广告。你觉得太夸张，对不对？好，那我跟他讲，他就说什么？这是另外一篇报道，他说公司光是从高风险诈骗广告中，每一年就可以约得70亿美金的这个收益，然后包括什么假电商啦、虚构投资计划、非法线上赌博，还有禁售药品等等，明显涉及所谓诈欺还有违法的这个行为。就我们讲 Meta 高层当然知道这件事啊，赵，你觉得他们不知道吗？就他们就说什么考虑要削减这些假广告，但是担心什么？突然清楚可能会重挫营收预期。所以就是因为会破坏他营收，所以他不敢这样做啊。那不敢这样做，然后另外一个文件是说什么？他们准备把这个诈骗广告呢列为说需要逐年削减的违规收入啦。对，他们原本这样想，但没想到他们自己评估说，没有啊，我们现在好，我们虽然说我们有这种诈骗广告，但是美国一年就罚10亿美金啊，但我们一年最多有160亿这个罚10亿，小小的。对啊，所以我就说，目前为止他们根本就完全不理这件事。不过，美国的证交委员会已经对 Meta 是否放任金融诈骗广告展开调查。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对 Meta 可能会形成一个冲击。好，那我刚才不是就说吗 ？Meta 就你检举8次他也不理你，你检举500次你是高价值我也不理你。好，虽然就这样的，它其实 Meta 有一个这个自动的审查系统，他就说呢，因为他们用 AI 审查。判定说，你有95% 的几率以上是从事诈骗的时候，我就封你的账号。对。那如果没有，如果你是我们判断不是95%的话，那怎么办呢？他就说，没关系，赵尔，你今天呢，我们判断你有80%。那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下广告的时候，请你再多增加钱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今天越炸我对越赚，对你越下我越赚。对，那所以就变成这样啊。然后 Meta 还有一个惩罚机制，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诈骗的时候，我要跟你说，你不好意思哦。你要给我这个更多的这个广告收入，为什么？因为我要希望说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垫高你的成本，你就不会去压榨嘛。对。那没想到，结果没想到反而是越赚越多，太离谱了啦！啊，我跟你讲，诈骗集团就是说没关系，你的上架费越贵，我就想更大削其他人的方法嘛，所以等于越赚越多，所以就变成是这样子。而且那他们还有一个文件是说，如果假设我们用户我们去点看了一次这个所谓的诈骗广告之后，赵文你知道吗？他居然会直接推送给你更多类似的广告。就我点了一个在今天这个理财，假设说某某人理财的这个所谓假网站，我点进去了，未来会看到更多。所以演算法会把所有诈骗内容，你只要点完一个、点2个，全部都给你了。对，没错，各种的全部都给你了。对，难怪我就说，难怪为什么诚挚他们要下160亿的广告，160亿美金的广告，因为他们显然知道 Meta 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啊。对，我只要下一个广告的时候，我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样子啊。好，而且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如果今天 Meta 是完完全全帮这个诈骗集团服务，甚至还赚了他的钱，不要忘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盯诚挚。对，你 Meta 没有做出一点什么的话，今天全世界都在看你，川普也在看你了。对，没错。好，那我们讲，现在我们在全球都在追诚挚，对不对？好，除了追诚挚之外，它的周边党羽现在可能也慢慢一个一个现形。真的假的？对，那现在有一个人呢，就是说这个苏天海，就这位哈。苏天海来说，苏炳海这位哈，那苏炳海来说，他是做什么事呢？因为他现在呢，这个英国的这个打击犯罪调查局11月5号，根据所谓犯罪收益法，他跟苏炳海还有你的这个苏帝国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就是说他现在人在英国，但是呢，因为呢你的犯罪不在英国，但是我们根据你可能有洗钱或者什么一个犯罪，我们要充公你的这个财产，他充公什么？2具这个异特龙，还有1具剑龙化石在内的这个资产。那除了化石之外，他还这个没收了在伦敦的9套公寓，还有11件在中国的艺术品。那后者在2022年的拍卖会上获得这个40万英镑，约折合新台币是1623万公。所以把他的所有收藏品全部都拿走了。对，结果其中一个就是异特龙，还有什么剑龙化石，就是这个。这很贵吗？贵死了。对。5亿台币，对，两个，一个是异特龙，一个是剑龙，还有2个来说的话是在佳士得的这个拍卖会上面，然后拍得的时候，当时是1240万英镑，折合新台币是5亿台币左右成交。好，那为什么他们要拍这种东西呢？知道这都是洗钱工具。比如说我拍下来是5亿新台币，我之后卖给我要洗钱的对象，说我可以卖给他更高，你给我20亿都可以嘛，这就是这种洗钱的方式嘛。所以他们为什么都去买什么名车名表，或者说那种所谓艺术品，或者说特殊的产品？主要就是这样。好，那为什么他现在人会在英国呢？因为他是从新加坡跑出来的。对，你说新加坡要追他，但新加坡追不到他，他现在到英国去。但是因为他的犯案地点不在英国，不在英国，所以他目前为止在英国是没事的。好，那我跟他讲他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事实上是新加坡史上最大规模的洗钱犯的这个嫌犯之一。好，那为什么？因为他当年在2023年被揭发的时候，他涉及的洗钱有高达新加坡币30亿。折合新台币是722亿，然后这是主要来自什么电信诈欺，还有网络的这个赌博。对，那么新加坡他不是就是说我要法治吗？我不容许你洗钱，所以他们就很严格的侦办他。所以侦办他的时候，就没想到要侦办他的时候，他人跟诚挚一样，就跑掉了。这超离谱的！他在2023年8月15号，对，新加坡警方突击行动。是突击行动什么概念？那个荷枪实弹冲进去，冲进去卖照就跑了。对。
就跑了，就有点类似我们检调上门的时候人不见了这样，都跑了，对，太离谱了。所以那一定是他在这个新加坡一定有相关人在找他嘛，对哈。那你看他从新加坡跑掉之后，他跑到马来西亚，最后抵达英国，对，抵达英国之后，后来他说我就交出来嘛，交出钱就好了嘛，就这样。但这两笔来说钱也很少，一个3亿，一个在5、6亿啊，这个钱太少，他一共 A 了722亿，不是这个真的是太离谱，为什么？是因为你说他把钱这样拿来买这种化石过来洗，对，就已经非常扯了。结果它的奢华程度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多。对，我真的没办法看到一个沙拉碗，对，平常在吃沙拉用的沙拉碗，1000块是1万块就已经非常贵了吧？是。它一个沙拉碗4.7万台币，照天哪！我们这几天讲陈志他们的这个生活，还有李天他们的生活，还有现在这个苏炳海的生活，我都觉得诈骗真的是太夸张了，对，真的。你看苏炳海他的沙拉碗，一个我们这个家里面用的沙拉碗了不起，一个100块200块就已经很多，就可以用了。他用2000块新币，折合新台币是4.7万。然后呢，他的这个他要吃饭的时候要喝酒，喝酒的话他还点这个35.6万的这个台币的酒，哎，这个是什么酒？5大酒庄的酒，红酒拿一罐可能是限量，我来拎这样一个状况。然后他说他喜欢在家里面请私人厨房私人的厨师来招待宾客，然后也会在337洋行办什么男士 party， 哎，跟我们讲的。李天、李守礼跟他们办的完全一模一样，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他邀请这个很多女生上门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就是这样。然后就有的他私下人就说，哦，这个老板一家生活如此奢华，但我从未见他工作过。好，那我就讲，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照你讲，这里面有猫腻出现了。第一个，他居然也是福建安溪人，就他又是福建人，对，跟陈志也是福建人，怎么好像都是这种所谓的诈骗都是福建人？我就跟他讲。事实上，到海外搞诈骗的，我们都有那种同乡情谊嘛，福建那福建人一起来，所以呢，这会不会是一个讯号？就搞不好他们真的是一瓜了哈。福建帮的。对，另外他还什么？苏炳海还拥有柬埔寨国籍，我的妈呀，他又是柬埔寨人。好，那还有这个太平洋岛国万纳度，万纳度也上榜，还有加勒比海岛国这个圣克里斯多夫及威尼斯，这个是我们的邦交国所以他是不是？我跟他讲，那这个猫腻在什么地方？他是不是可以持着我们的邦交国的这个护照进到台湾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他也经过台湾，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怎么经过台湾，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合理去推断。好，所以你看这个苏炳海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看他是福建的这个安溪人。好，那我们跟他讲，当时的时候，这个新加坡有破获他们嘛？对，破获一堆人，就是他们的伙伴。你看信赖伙伴，拓展机遇。你看他这样，我觉得啦。要是我看到他的时候，这个泰国的这个演员不是说看到这个陈志的时候气场相当，你看他气场也相当啊，722亿的这个身价的时候，气场都相当强大，这每一个人看起来有钱啊，都相当强大。你看站的姿势就让人觉得完全不一样。对，那我跟他讲，这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看他们这是2017年成立赵尔，对，2017年成立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陈志在这个柬埔寨大展拳脚的时候，也是2017年。2017年，他当时跟柬埔寨的官方勾结上的时候，他开始大展拳脚，然后他们也开始成立这个在香港成立这个私募公司这样一个公司。好，那样他们就是看起来都专业、西装笔挺的一个人啊。然后这里面有10个人，照你看10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嘛？都有福建血统，又是福建帮。对，然后他们还是全球还有拥有数千万美金的这个房产，所以这些人都是福建帮，而且都来自同个地方，然后他们在全球各地又有房产。怎么诈骗居然都是一模一样的？好，那我跟你讲，我们刚才记得几个时间跟几个2017年，2017年，而且是福建人，对，好，那我们讲陈志呢，他也是福建人，所以他说，怎么大家都是福建人？各位，我祖籍也是福建啊，就这样一个状况，你就知道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个连结。好，那我跟他讲，那我就讲，那为什么这个陈志呢会开始设立太子集团？你看到他时间点是这样，他2015年就设立了太子集团，对。好，2016我们要记得2015年哦，因为他之前他听说他2008、09年就到柬埔寨，但是都是默默无名。但真正的起来是2017年、2015年，他创了太子集团。然后因为当时的这个习近平在弄这个“一带一路”，然后他就开始跟柬埔寨很多人开始合作。然后重点是这样，他在2017年的3月跟邵肯就这位。邵肯的合伙开这个所谓的相关的业务，那邵肯的父亲是他这个当时柬埔寨的内政部部长，而且在2017年的时候，他接了他老爸的职位，所以变成是内政部部长。所以陈志在2017年扒上了柬埔寨内政部部长。好，那当然了，不止内政部部长嘛，他后来还扒上了这个洪森嘛，还有洪马内等等人嘛，就靠着他这个关系往上爬。好，那于是呢，他就开始做什么？他就开始在投资一个叫金贝，他们要投资一个叫
金贝公司嘛。那金贝公司来说，就是他后来有到西哈努克去设赌场嘛。那西哈努克设赌场在2017年开业嘛，然后西哈努克来说100多个赌场里面其中一家，不过这一家来说的话，他因为他是这个内政部长造，所以他当时在这个西哈努克当然是熙来人往的人群在那个地方嘛。那我跟他讲为什么这样，照你注意到哦。实际上，这个中国它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开始打击澳门的洗钱，所以当时的澳门的洗钱跑到哪里去了？就从这时候从中国跑到柬埔寨去了嘛。所以柬埔寨当时的这个西哈努克那时候这个金碧辉煌，那时候赌场为什么那时候有100多家？其实这都是中国在那边洗钱的。那你有邵肯这个人造，你又有陈志如果是中国的政商关系的话，那你会不会跑到这个地方来洗？当然，对啊，所以就变成这样。陈志完全就是帮这些中国的高官接了线之后，对，跟邵肯在这边疯狂洗钱。对，好洗钱。那因为你看后来陈志不是又扒上了这个洪森吗？然后他不是又授给他什么公爵的这个称号吗？跟洪森跟现在的总理洪马内都非常熟嘛。好，但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讯号，你知道。那我们不是一直在追说陈志到底是谁的钱？好，但是问题是有一个报道是说，根据中国刑事法院在2020年到2022年所做的判决，他说中国司法体系将太子集团描述为臭名昭彰的这个跨国在线赌博的犯罪同伙。对，所以他们说他们赚了50亿，所以这等于是中国的高官有在查。他说，中国政府对太子集团的查缉最早始于2000年的5月开始，当时北京警方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来调查太子集团。所以，如果假设当时的高层他是在查太子集团的哦，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我们昨天不是就说吗？这个习近平不是在这个太子集团被扣了之后，他其实老神在在，对，反正是有些人很紧张嘛。那这样，如果真的假设习近平曾经有下令，你给我查太子集团之后，那是不是表示说这个钱很大有可能性不是习近平的钱？对，好，那他要查太子集团，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我们故事到目前为止，而且我们刚看到2020年，就你要查，对，等于是你在追陈志。所以到现在，中国也没拿陈志没辙。对，因为我们就讲陈志，他不是说吗？他有公安，还有所谓的国安的支持嘛。那公安呢？你看这几年，习近平一直不断的清洗公安、国安，一直清洗，对不对？之前什么孟建柱一大堆，就是什么公安大佬一大堆落马嘛。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用这样蛛丝马迹去推这个时间点，我们再往回推，那为什么时间是2015年呢？我跟他讲。2015年，如果你记得很清楚的话，2015年发生什么事情？2015年的6月发生所谓的金融政变，对，中国股市暴跌，然后习近平开始查说到底谁在那边放空，后来他开始抓一堆人嘛，抓了谁？他开始抓什么？赖小民、叶简明、肖建华等等一大堆人，这些人都是跟当年的2015年的军事政变，这个所谓的这个财政政变是有关的。就那样，他后来又抓什么？前保监会的主席向俊波。然后一大堆人都被抓，那你看啊，他扣什么？这个原本这个所谓吴小辉被扣了105亿人民币，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叶简明还跑到这个乌克兰，然后跑到东欧去投资，他还跟这个亨特拜登的儿子挂上线哦，就照我问你，这些钱你抓了这些人，但是请问这些钱在哪里？都完全抓不到啊！对，目前为止，你没有说你抓了赖小民，说他是超级贪官，你扣了他多少钱？问题他扣他的钱一定比那更多。肖建华目前为止人不知道在哪里，问题是他的钱在哪里？你知道在哪里吗？你或许可能他能跟你说啊，这个钱到底在哪里？但是钱已经不在那些地方，已经转走了。那这样我就说，从2015年他开始查的时候呢，就这个所谓财政政变之后呢，这一年的8月，2015年的8月。我讲2015年的6月的时候是当时股市暴跌的，8月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有什么事情吗？这个陈志呢，他在柬埔寨成立了太子公司，对，就在事情爆发了2个月之后，后来2017年呢，中国开始大力的查这些人了之后，你看他就怎么样？他就设立了跟邵肯就设立了这个所谓的金贝公司，然后在西哈努克设立了这个赌场，所以你看时间点是完全。你2个时间点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哦。你也是说到查到他创立到2年后，对这一些没有看到的钱，对，都转到陈志，都转到柬埔寨去了。我们不能说都在陈志那边，但是至少你看那时候所有的钱
实际上都没有人知道后续在哪里，什么地方去了，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富可敌国的人啊。好，这些钱到外面去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这几天不是讲吗？蚂蚁 IPO 不是被叫停嘛？对，当时的这个马云被叫停，因为什么？博裕资本嘛。我们不是说博裕资本这几天不是要回来买这个星巴克中国的股份吗？好，那博裕资本是谁？就是江志成啊、江绵恒啊。问题他钱怎么出去的？怎么出去？到底怎么出去？都不知道啊。所以跟你讲，目前为止所以我才跟你讲。为什么我们前几天不是讲到说，习近平这几天的这个陈志前被抓，他老神在在。我跟他讲，如果这样回推回去的话，或许这些钱可能真的不是习近平的，对，有可能是谁？有可能是因为太子集团叫做太子嘛，对不对？太子来说话，就是刚才瑞德哥讲，就等于是红二代嘛，所以或许这些红二代的钱跟这个太子集团的钱，或许是完全挂钩在一起的状况。果真，我们刚刚讲，现在全球是封杀整个中国在全球的资产，由于什么？你惩治什么的钱马上全部叫出来。结果今天我看到，连虚印在法国也被封杀。我心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结果你说这是一场时尚圈对付这种快时尚的一种大决战了。对，因为中国做生意实在不只是内卷到很低价。而且连道德标准都低到让整个欧盟都震惊，所以这一场封杀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不止价格便宜，你竟然连道德真的让法国人都震惊。现在中国的快时尚虚运开到巴黎，法国里面时尚之都，是世界设计时尚之都，开的真的很夸张哦。你看虚印在他们的百货公司里面开的，用这么大的阵仗，让人家觉得哇，虚印是什么品牌啊？这么厉害，在法国这样的奢侈或流行之都做出来，结果你知道卖的产品让法国人吓坏了。连中国人东西割韭菜卖的很便宜就算了，竟然连道德都没有，卖出一些娃娃。那这些娃娃对法国人讲相当的震惊，因为法国对于儿童色情制品还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所以他法国人看到这个产品，他已经踩到法国人对于色情产品的底线，特别是涉及儿童的，所以他现在直接看到他卖就是这种娃娃。对，没错，这种娃娃其实已经有充满着这种暗示，所以对于法国的法规它是有规定的哦。你既然在开这样的旗舰店，所以对法国人讲，你现在是在侮辱我们法国人嘛？时尚之都，世界流行看法国，你在这样的高级百货公司里面卖这种东西，所以法国你马上调查，而且你马上被我关了，你不可以再卖这种东西。法国多严格吗？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足球官员在飞机上看 AI 做的儿童色情产品的图片，被人家检举之后，你知道吗？判18个月，他被判18个月，禁止进入法国。这就是法国人的态度哦！你不止判18个月，你就看照片，法国人不能容许你10年禁止再过进到法国。所以中国真的是惹怒了法国人，就因为你不止低价，你竟然是连道德都没有啊！现在接下来法国都开始查，这样的中国品牌，你割韭菜内卷到道德，什么叫没有？你竟然在卖什么？卖有杀伤力的东西，而且没有规范。我有没有看错？他原本是这种娃娃，已经非常恶心了，结果他竟然卖什么手指虎？他专门去那种打架用，你知道吗？那手指虎一敲下去，我头都破了。法国对于所谓的 A 级武器有杀伤力的，你要许可啦，你不是不能卖，你要许可，你要申请，你要特别标示，那规定你谁能卖嘛？我们遵守法规。结果那个手指虎完全没有经过许可，再来还卖什么东西？还卖所谓的僵尸刀，就是我们看僵尸片的时候，就是这个能杀人的。这一支刀子也太长了吧？我以为是像水果刀一样。这是僵尸刀，对，僵尸刀嘛，我们如果看末日片，都经常有这种东西。当然，我不是宣传所谓的暴力，但是你不是不能卖，你要经过许可，你要规范，你要卖给谁，当然要追踪，要调查。结果虚印在法国卖这个东西，不止卖便宜，你看那个手指虎只卖1点多美金，55块台币，然后这个僵尸刀1000多块。如果你合法买的话，我看了台湾的网站，大概都要上万块，因为规范很多。结果你这场完全没有规范了，你现在把法国当什么？内卷到让人家震惊的地步。好，法国人就开始整理啊。你其实这一次对于中国来讲，真的是反中国内卷、反中国释小龙这种没有道德、低道德的战争。你看法国就发现哦，他罚了虚印罚多少钱？除了刚刚我们那个禁止营运这件事情之外，他还把他抓出来。虚印在所谓的5折，其实是先涨价再打折。就等于先涨假的，先涨1倍，再说打5折，所以法国人抓到之后罚你知道吗？14亿台币，我罚这么重？罚很重哦。对，道德其实很重要，在欧盟这些国家，你讲的是道德，不要
跟我说你杀价，你可以卖便宜，你可以竞争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犯法。而接下来意大利就发现什么？你一直说虚印有环保，你证据在哪里？你有没有认证？你 ESG 有没有做好？没有，我罚你100万欧，3500万台币罚下去。接下来你不可以标示哦，意大利人是这样管哦，还被人家抓到什么？他竟然做生意做到说，你的模特，你要是模特，这个模特是谁吗？枪杀美国联合保险 CEO 的凶手。相似度用 AI 去照99%，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你说这2个照片跟这2个照片相似度达到99%，他等于太扯了。他等于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想要卖这一件衬衫，对，竟然把他的 model 其实是用 AI 去合成的，合成是什么？是一个凶手的照片，枪杀美国联合保险 CEO 的凶手卢伊吉曼焦内。你做生意实在太不讲道德，所以这件事情又被欧盟抓出来。好，当然瑞典也看到一件事情，你在盗用人家尼利的瑞典一个品牌叫尼利，人家 model 的照片啊，这是正版的，是这样嘛？虚印就把它弄成这样，这根本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嘛？这就是完全太夸张了吧？你要卷就算了，你卷到这样，完全把人家照片拿过来，还卖一模一样。这其实是抄袭跟拷贝嘛，完全盗用人家的东西，所以当然瑞典没有罚很多10万台币，可是这件事情也是个警告，你如果继续犯的话，未来处罚严重。大家欧盟也开始在查你到底有没有内卷，因为习近平也在查嘛，你怎么欺负员工跟劳工？虚印、拼多多、中国四小龙全部卷进去，所以现在整个法国不止查虚印哦，他连拼多多也查。接下来连阿里巴巴也要查，再来抖音也要查，中国四小龙专门所谓习近平说出海靠这4小龙，其实干的事情都差不多，但是现在先从虚印下手啊。当然虚印引起法国人更反弹的是，你做生意竟然为了摧毁地球可以做到这样啊！当然我讲很夸张的摧毁地球，他们就把它抓出来，他们的成衣协会的主席说，你做的产品到底是什么？你不是价格便宜，你是造出垃圾，用抛弃的商品来摧毁我们企业。什么叫造出垃圾？我们来看照片啊。对，照片你看，这是非洲的加纳的首都，整个海边都堆满了所谓的衣服。对，造出来衣服是什么？除了便宜之外，没有人要，太烂，太容易坏，所以快时尚变成什么？快垃圾，然后它整个快破坏，整个地球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法国人不开心啊。你现在不公平的竞争，不是在所谓的价格低廉或你产品好，我也没有意见。结果你竟然用这种商品来摧毁我们整个法国，整个法国现在失业率爆高，所以大批的民众很不爽，你知道吗？跑到店里面抗议。你现在是在卖垃圾，而且你在摧毁整个地球，因为垃圾都堆满整个非洲的海岸了。还有，当然保全员工，还有这件事情，其实有民众就脱光衣服裸体去抗议说，对，虚印其实你是有色情的，你这是低道德，完全没有道德标准的东西。还有他们的 model。就把它虚印，把它做成这个。他们有艺术家做成这样的雕像，你知道他讽刺什么吗？所谓的虚印叫做时尚吗？什么叫做美啊？其实你就是用垃圾堆起来一个品牌。哇！他是完全用这种废弃的衣服，然后整个堆了起来，然后去笑说你中国你的虚印你烂死了，你烂透了。快时尚、快垃圾、快破坏，就是把世界。所以中国的韭菜出海出级之后，其实你是造成世界严重的灾难。所以为什么引起欧盟这些国家的反弹？为什么冲着习近平说你这些出海4小龙都是大问题？好，中国割韭菜还不止这些嘛？我们看到跑到法国去割韭菜啊，再来泡泡玛特最近也出事啊。我们说拉布布是不是涨很多嘛？拉布布从今年以来，这样股价低点涨了3倍，结果现在才在割韭菜，你知道吗？他的大股东现在承认他割韭菜，是吧？在趁涨到最高的时候，在5月份的时候开始割什么中国股民的韭菜，把他的所有股票全部卖光，叫丰财资本。5月7号，他那时候才承认大涨的过程中，他把股票全部都套现了，原本的创始股东股票全部卖光，套了22亿港币，因为他在香港上市100多亿台币。对不起，我现在1分股票都没有了，我出场了，所以难怪泡泡玛特的股票最近跌这么多。还有泡泡玛特竟然闹出什么事情？闹出来连员工都在嘲笑说，泡泡玛特我们家自有的品牌竟然在割别中国消费者的韭菜，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对，最近在直播的时候，员工竟然忘了把麦关掉，就直接播出去了。对，他说什么？这东西卖79元，好像是有一点贵耶。结果这直播另外一个说什么？没事。
会有人买单的，结果完全播出去，出大事了。等于自家的员工都看不下去，因为自家员工最知道自己家产品到底好不好嘛，就代表什么？其实你当全中国人的人都是白痴笨蛋吗？让很多人觉得很不开心的是，你花了钱去抢泡泡玛特，去抢拉布布，结果都是傻子。所以整个中国其实现在怎么样？韭菜中国不止在割中国，也在割全世界。不是，当今天中国把内卷输出到其他国家的时候，每个都反弹，你不要闹了。结果我们再回头去看。他们过去光卖车，你的 sales 一定要穿得非常辣，一定要非常非常正，然后这边跳舞啊什么之类。就现在到底是卷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的天哪！现在连大妈都来卖车。是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这些消费者终于发现一件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他们现在呢，对于这个车模啊，要求是什么？你只要给我讲真话，返璞归真风，金丢席呀！现在开始，你现在看的这都是以前，哇塞，每一个模特人那种腰他们很累耶。对，而且我跟你讲，在那边扭腰，在那边摆摆 pose， 还要拍照，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在展示车子，还是在这个各国佳丽的选秀，怎么？你这样有办法把焦点放在车子上吗？我怎么看都看到车子旁边的美女哦。对，所以你就知道过往是这样子，所有的销售都是靠这一些所谓的车模。现在看到最红的车模是谁？就是这个大妈，就是这个大妈。对，你想说你不要闹了，没有？我跟你讲，你这个大妈人家一出马8.1万的一个赞，你知道吗？然后留言破1万。然后呢，转分享破7万，结果呢，这个大妈58岁，她从2019年呢，就是在这个门市从事保洁，就是清洁的相关工作。她在这个频道里面一口到地这个东北话，她还说这个俊黑的大宣环。这6个筒子，我想说哪里有个筒子，原来是6个那个气缸啊。然后就说3.5的 T， 然后双关轮增压，然后反正你讲，这个你想说，这样听起来一点都不专业，对不对？可是观众就喜欢听这个，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觉得非常的真实。你不要再用那些话术来迷惑我了，你不要再用那一种非常漂亮的外表来迷惑我了。我什么都不要，我要实话，我只要实话，我要真实的车子，我要买的是车子。你不要再用那个美女来吸引我的眼球，害我这个车子好坏我都搞不清楚。对，这个大妈实在，因为大妈在车子旁边，我完全只看到车子，我没有看到大妈。他就完全可以 focus 真正重要的东西，而且现在他的 slogan 是什么？你们喜欢吗？他只一个你们喜欢吗？什么你们喜欢吗？结果中国整个网络炸了我刚刚讲嘛，光是分享就破万，所以你知道现在整个所谓的大妈车模风这个返璞归真就在整个中国展开来啊！你不要讲别人，你现在连什么你知道吗？像什么比亚迪啦、小鹏啦，全部都这样。这个也是啊，这也是在这一个车厂里面的头牌。他说：“等一下，大妈另外一个车厂这个也是这个比亚迪的。”他就说：“喜欢吗？这个氛围，我跟你讲，我甚至怀疑这个大妈根本不会开车。对，这个没关系啊，因为他就反正就这样子，你会开就好啊，那你喜欢就好。所以反而这种很真实的，我来给你讲的舌灿莲花，也更不会在那边好像搔首弄姿，或者是说用他的胸怀生气来色诱你，都不会。所以现在所有中国的各大车商真的都是用大妈，我的天哪！全部都这样，因为他们就心里想到说，我用这种方式，搞不好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没有想到还真的，因为本来他们就说今年呢，比亚迪在中国的市场其实整个销售额已经开始衰退，从本来市占率18%降成14%，这是2020年来的首见哦。然后呢，当然因为也是包括什么吉利汽车、长安汽车这些崛起嘛，所以就分食了它这个市场。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用奇招才有办法杀出一条血路。没有想到他真的就是用这样的返璞归真大妈风，在车市里面就异军突起。所以现在大家开始纷纷就跳进来。另外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过往都用太多的美女了，所以很多韭菜啊，很多这个被这个美女坑的这些消费者啊，他心里想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已经付出了这个血汗的代价了，我不会再被人家骗了。所有你看，这就在拍，过往都这样。哇塞，我就不相信，现在各位在场的各位，你看得出那是什么车吗？没有吧？大家都只看到那个女的腿起码110公分吧。所以就是这样子啊，过往都是这样的美女风。你有没有发现她还蹲下来？有没有？她
还特别那个裙子大概长度这个裙子还稍微长了一点，你看有没有？他是给你介绍车，还特别就是跪姿，然后蹲在你旁边。哇，这个美女跪在旁边，我看那个旁边的那个消费者试车的人，心里想说，这个车子哦，这个多少钱我应该都会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还有你们看看这个，哇，原来还有这一招，就是踩着7寸高跟鞋，3寸高跟鞋，然后踩着有没有？光是踩的那个消费者腿上、脚上、鞋上，这重点是什么吗？我踩你30分钟，你都没感觉，那代表什么意思？你就被我拿下了嘛！你连听都不会听啊！你如果我踩着你都不会痛，我叫你刷个卡，你怎么会痛？你当然也不会痛嘛！所以就这样踩着，哇塞！所以还有这一招，我如果20年前知道有这一招，我现在也不会在这里了。所以你知道吗？所以这就会代表着以前哦，真的很多人就用这一招的方式哦。真的成交了很多单，对哦，那这个更不用说了，哇，这个连头都被切掉，只看他的腿，因为他的致命武器就是那一双腿。那大家都会心里想说，现在到底是在卖车还是怎么样，还是在展现什么？这就是过往的风气。那因为过往这样的风气，让很多消费者都买了一堆那个很有问题的车子回去，所以现在哦，这些消费者学精了哦，火山的孝子啊，当一次就好，不要当那么多次。所以现在反而啊，这一种美女风已经没丢席啊。那你看这个女孩子也是很漂亮的女孩子啊，而且又专业，就没有想到她销售出来的成绩只有多少？竟然按赞的只有32，还没有任何人分享。慧珍，我真的觉得这件事非常为什么今天这件事情出来之后，这么多人去分享这件事情？过去中国真的是有这种事情，一单抱一下，2单亲一下，3单共进晚餐，最扯这种4单。怎么样？你说了算。心想这不是卖车吗？你这样乱搞。是4单 whatever you want， 对不对？我就极力配合，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我跟你讲，就有202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李先生啊，他就想要去买车，想说买车，那我可能交女朋友方便点。就到了现场，他们马上就有这样的宣传，而且是这个销售员拿给你看。那我就一直问他，这李先生问他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然后呢，那个女孩子也非常厉害，她就说：“哎呀，你试了就知道，你弄了4单你就知道了嘛。”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就那个在旁边一直在塞让他，然后李先生也心里想，那我其实买车目的就为了要女朋友，那如果我真的可以，这个女孩子长那么漂亮，我如果下了4单，这个女朋友就跟我回家，那我也其实一 gam 你个蒙拉 gam cycle 也不错啊，真的假的？他最后是这样想，他真的这样想，所以他就一直问，问到最后他真的成交付了定金，李先生在问他说，那个广告怎么样，属实吗？结果后来几天之后，他去取车的时候，结果这个销售员就说：“哎呀，那个是广告嘛，早就把你已经给拉黑掉了。”所以你说过往被人家那个割韭菜割到这个地步，现在哦，这个整个经济在往下滑的情况之下，不要再骗我了。所以他们谨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妈风金丢席。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